妹妹，你是我的真命天女吗？不是，他走掉了，他是个胖子。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到底为什么要用这种？今天是卡贝诊疗室时间。噔噔噔噔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要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人？谁是你的真命天女？我的真命天女大概就是像 Irene 那样子。那我真命天女是田馥甄、甜甜跟 Lisa。大家可能真的都会觉得偶像是你的就是希望理想型啊。对，可是说真的，你真的他跟你在一起的话，可以吗？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究竟你喜欢这个人是因为幻想，还是你们真的适合？像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前任的经历嘛，除非你是母胎单身。但是我觉得前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让你去发现你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感情适不适合对方，其实就是在看我们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那你先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我适合你？好，我觉得个性，我觉得卡卡的个性跟我的个性很互补。就是你们看出来，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然后他话比较多。对，就是像这样。其实这种时候，如果我跟我的比如说另一半不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的话，那我觉得生活可能会变得非常无趣。所以我觉得个性互补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角色上，除了他是我情人之外，他也是我非常好的工作伙伴，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好知己。所以我觉得除了卡卡在情人这个身份上以外，我觉得他在我其他生活上的角色都非常的合得来啦，就是可以一直切换角色，但是每个角色都蛮适合对方的。对对对，还有呢，看得顺眼的，看得顺眼其实真的也很重要，但我觉得看得顺眼应该不是漂不漂亮而已吧？虽然我知道我还不错啦不是因为你总会有，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或者怎样，你就是特别会看一个人不顺眼。你这一生当中一定会特别看谁很顺眼，特别看谁不顺眼。对，我觉得就是看得顺眼啦。再来就是我们非常愿意沟通，我觉得愿意沟通这点很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跟卡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可以做我自己，或是发现我更好的特质之类的。应该是说有点像是我鼓励他去发现自己，然后让自己更有自信。他虽然长得很女生很漂亮，但是他像是弄设备、弄摄影器材那些是他很强的强项。然后我可能就是专门想点子、专门想 idea 弄一些企划的那一部分。对，就是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另外一半不是去说你怎么那么懒，你怎么都不做事，而是要说你做这件事情好像不错然后他真的做的时候也真的做得不错，你可以夸奖他，或者说那我们这样，然后或是就会让他觉得我有自信心，那我会更想要更钻研进去这种感觉。然后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你们想要分工合作去洗碗，然后他好不容易愿意去洗碗了，他洗完以后，你可以跟他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洗碗，洗碗的老婆最棒了，这种。他现在一定会很愿意帮你洗碗，可是如果你只是说谁叫你之前都不洗，之前都我洗的，那他下次可能就会觉得我会揍他。对，就是大家很多人沟通方式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另外一半要适度的称赞，然后跟鼓励。他摸摸头。我老婆很喜欢摸摸头，不是摸摸我。她很常就是做完事情做一做以后会说，对，我就是叫卡摸我的意思。那我觉得你适合我哪里的话，我觉得我们感情观还蛮像的。但这个感情观就是，我觉得一定也会有人感情观不太大家感觉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沟通跟愿意调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我们的价值观，就其实一开始还蛮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就觉得他觉得人生就自在啊、及时行乐啊、轻松就好。然后我就一直想着不行，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要做什么？然后我要怎样更厉害？我要怎么样转变与突破什么什么？然后我们一开始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蛮多磨合跟不适应的。可能就是我们就一起沟通，那我们一起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一起去前进。所以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就找到一个沟通以后找到一个平衡，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安排时间休息，然后什么时候要安排时间就是去变得做事啊这样子。对，我们现在还不是做到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然后有慢慢的变好，然后适时的去调整脚步，轻松很多啦。对，就是在相处上面的话，对我可能会学着放慢，他学着加快，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是贝拉非常完胜的地方，最完胜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接受好的我跟负面的我。我觉得前面几任喜欢我就是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也会累，然后我也会需要被安抚的那种状态。可是像贝拉就是他在我就是荧幕上的时候，他就说哦，老婆你好棒，我好喜欢你这样。哦，老婆你好正哦，他给我夸奖跟鼓励。可是在我累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你最近怎么啦？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然后他会说要不要带你出去散步啊？要不要跟你去吃好吃的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分开的时候，然后他很贴心，他也特别叫了一个我想吃的东西，用 Uber Eats 送到我家。这样子，然后说叫我去楼下拿 Uber Eats 这样，就是那种一个小贴心的举动，可是会觉得哦好暖心哦，好喜欢啊，这种感觉就是完全完胜。这个我觉得能接受好与坏的对方很重要，但不代表说我一定可以去一直发脾气，把这个拿来反馈到我们的感情生活上面，而不是觉得哎呦，因为反正他会包容我啊，那我可以继续废下去啊，这种感觉。像我现在变胖了，幸福肥很多，这样。不要爱上我。我已经有老婆了。蛮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都愿意为对方的未来一直进步，对，一直有一起那种互相相伴的往前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才会比较久远。对，这是完胜的方法。这些事情是比较需要长久讨论，但是你也可以以我们的故事去看看，如果你现在有这个烦恼的话。或是不管你们是交往中还是约会中，我觉得可以从相处的感觉中去感受一下，你喜欢他是因为外表而已吗？还是他喜欢你是因为你钱多而已？就是这种那种相处是一件要很 match 的事情，要长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思考的。反正 anyway 的话，就是希望自己在找到自己的适合对象之前，其实也可以先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自己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等到你探索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也准备好去遇见一个更适合你的人。那你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漂亮的老婆。我吗？我吗？我只有一个老婆。那我再问你一次，你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你装个屁哦！好啦，你可以写下一个列表，然后去记录你喜欢跟不喜欢的特质，但是不是拿这个列表去帮对方评分，而是你可以去探索自己跟记录，当一个你自己的小小的日记或是笔记，这样可以去不断发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感情不应该是互相要求。想要爱情能够长久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一段感情中你相处的舒不舒服。我觉得这比任何物质啊或是其他外界的影响都更重要。好，希望这集对你们有帮助，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女，也互相适合的那一个他。好，拜拜。满满说你好，拜拜。